由 Sup 先走，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来和大家聊一下这双最新的 Nike Kobe AD NXT 360。这双鞋我也是刚刚入手，试穿过一次。入手的时间呢是录这个视频的前一天，就是4月13日。今天呢，我就和大家来聊一下这双鞋的科技、配置、细节，还有第一次实战之后的穿着感受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双鞋的结构吧。这双鞋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，是360度的 Flyknit。也就是整双鞋的鞋面是360度一体成型的，它是织成了一个袜套状的网布，然后呢，在外底的部分贴了外底的橡胶，所以整个来看，鞋子去掉插入式的中底以后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就像是一双袜子一样，可以被随意扭曲。整双鞋非常的薄，鞋面只有一层，很多地方都做了很大的开窗和网眼，特别的薄，是我见过最薄、最透的篮球鞋，可以看到你脚上穿的袜子，而且在没有穿这双鞋的时候，也可以透过鞋面看到橙色的中底。现在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双鞋的里面，鞋底的地方也可以看到，完全都是透明的，可以透过鞋底看过去，真的是100%、360度的 Flyknit。当然，很明显，如果光靠这样一个外部结构来维持球鞋的性能的话，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它毫无支撑性可言。而球鞋的支撑性呢，完全就在于它的中底上。这双鞋的中底，之前从各方宣传后来的信息应该是外部采用了 Lunarlon 泡棉，中间还有前掌内侧的部分采用的是 React。如果你看中底的这一面，可以明显看到深浅不同的两种橙色。中间深橙色的地方呢是 React， 然后外面是 Lunarlon。虽然之前在宣传中经常听到 Lunarlon 加上 React， 但是在这双鞋上只出现了 Nike React 的字样，并没有出现 Lunarlon 的字样。然后可以说整双鞋的精华所在就在这个中底上。为了加强这双鞋的支撑性，它也做了很多的设计，比如说这个中底，它在各个方向上都做了非常夸张的上翻。中底下面还有着2块 TPU， 其中一块在足弓外侧的位置，还有一块是一个 V 字形在前掌的位置。同时它们都做了上翻，所以在中底的外侧有这么3块 TPU 的支撑。这个中底的设计实际也很有意思，它上面写了很多字，都是这双鞋的科技说明，而且左右脚2只是不一样的。它详细描述了这双鞋科技配置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有原理。在左脚前掌它写着 Your foot inside the shoe， 它画了一张图，表现出你在正常情况下穿这双鞋脚位置的状态。360 degree of containment Flyknit on all sides， 就是360度各个方向的 Flyknit。然后右脚这双呢就比较有意思了，上面写着 Your foot during a cut， 就是在做侧向蹬地的时候你的脚的状态，很明显就是内侧，也就是 React 的部分，它写着 This part is soft， 这片很软 for quick cuts， 为了快速切入变向。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有点矛盾，因为在我之前穿的鞋里面，我觉着明明是 Lunarlon 的硬度要小于 React 是那种韧弹的感觉，然后 Lunarlon 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是软绵绵的感觉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双鞋的中底上 React 变成比较软的那个，而且我按了一下这个深橙色的所谓 React 的地方呢，和之前穿过的 Hyperdunk 2017还有 Superfly 2017里面那种韧弹的感觉也不一样，就是感觉非常的软，和最新出的 Epic React 的那个跑鞋感觉比较类似。我觉着配方可能是有一点不同的。然后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小细节，就是为了把这个中底和这双鞋柔软的外底好好的固定在一起呢，前掌用了一片这个材料，上面写着 This piece is very grippy to keep your midsole directly under your foot where it belongs。 这一片可以抓紧这个球鞋外壳的前掌内侧。再有就是这个钩子也很有设计感，这个钩子的存在也起到了一些保持足弓还有后跟内侧支撑的作用。上面写着这一排巴拉巴拉巴拉 Nike 经常说的东西。然后在中底后跟下面还写着这双鞋的尺码。就这个中底，由于它这个形状也非常的夸张，想把它从鞋里面拿出来也是非常费力的。想把它更容易的抽出来的话，最好的方法是拉住后跟的这个位置。然后在其他的一些细节上来看呢，这双鞋的做工啊，只能说是一般，溢胶的现象有点严重。但是这双鞋质感还是很好的，而且它的很多设计我非常的喜欢。比如它这个渐变色的外底会反出不同颜色光的 swoosh， 还有鞋舌上的 Kobe logo。在后跟的地方呢，都是采用了刺绣，一边是 logo， 一边是代表 Kobe 做过手术的跟腱。然后后跟的这个 TPU 承托盘呢，
我觉得也是挺精美的。好了，说完这双鞋的科技配置还有细节之后呢，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第一场实战之后的感受。这个算是一个性能上的出色简评吧，并不能代表这双鞋的全部性能，只是我第一次穿这双鞋实战之后的第一感受。希望第一时间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这双鞋的性能。首先在抓地力上呢，我以为这双鞋的抓地力会特别的好，但是不知道是我昨天打球的场地里面灰尘特别的多，还是这双鞋的外底材质呢本来就特别容易吸灰。第一场感觉不是特别的好，我需要经常去擦鞋底，擦完一次之后呢，可以保持一段时间抓地非常好，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又会沾灰，而且我中间还出现了一次试探步的时候，一次剧烈的滑动，一下滑出半米远，所以对于抓地力我第一次穿下来感觉不是特别的满意，当然也需要我慢慢的磨合它，然后换不同的场地来试一下。然后中底，哇，这个中底的表现真的是太抢眼了，在不同部分密度的区别呢，的确是对我打球的时候起到了一些帮助。中底的综合性能来看，表现是非常惊艳的，我特别的满意。它在前掌的反应性也非常好，整体的缓震性也是非常好，反正我就是非常满意的，而且它的重心还特别的低，特别贴地，场地感也非常不错。虽然它的鞋外壳看起来没有什么抗扭转性，但是如果把中底插进去，然后把你的脚也放进去，整双鞋带系紧，整体的抗扭转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形成了一种非常不错的鞋脚一体感。而至于尺码的话，我还是建议大家买正常尺码，脚趾的前端稍微有一点点的空间，但是穿起来非常的舒服。整双鞋贴脚的感觉，我觉得是比较完美的，而且特别的跟脚，各个部位呢都没有多余的空隙。然后在支撑和保护性方面，我只有一点疑虑，就是它的后跟。后跟我们可以看到外底的地方实际是非常窄的，而且后跟基本就是一个圆弧形的设计，穿上之后就像是光着脚踩在地上那种感觉，是可以来回晃动的。这个感觉一开始我是不太适应的，而且有一点点不放心，但是打起球来之后发现后跟落地的感觉还是挺爽的。所以如果大家刚买了这双鞋的话，也有可能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。然后还有一点，这双鞋做的出乎意料的好的就是透气性，它的透气性真的是特别的好。我甚至在跑的时候会感觉到有风灌进鞋里，尤其是现在天气转暖，快到夏天了，一双透气好的内场鞋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一点我非常满意。至于耐用性的话，这双鞋外场一定不用考虑了。我在内场打了一场来看呢，稍微有一点点磨损，不是很严重，不至于像橡皮擦的水平。鞋面呢看起来过于单薄，虽然飞线的材料是很硬，看起来还是比较耐用，但是应该也经受不了几次剧烈的摩擦还有刮蹭。所以对于这一双采用了全新科技的全新球鞋来说呢，它第一次实战的表现还是让我非常满意的，但是也有不太满意或者有疑虑的地方。首先就是它的抓地力的表现并没有让我特别的满意，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来验证。再有就是后跟的稳定性，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感觉不适应或者是没有安全感。再有就是球鞋的耐磨性还有待观察。好，那么今天这双鞋的出色简评就为大家说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能有一些帮助。这个球鞋我肯定是会推出详细的实战测评视频的，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新浪微博、Instagram， 还有各大视频平台、优酷、YouTube、B 站等等，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视频更新。好的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，感谢你们观看，感谢你们支持。This is Enzo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